大家好，迫于美国的淫威，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访问巴拿马后，该国总统宣布不再延长与中国签署的一带一路项目协议。对此，中方表示遗憾。2023年年末，意大利当时新总理梅洛尼也宣布退出一带一路，背后当然是西方某大国的成功运作。现在巴拿马没有延长该协议，其实对他本国绝对是弊大于利。那么现在问题又浮出水面了，尼加拉瓜运河应该开建吗？今天咱们来看看德国《时代报》对巴拿马不再续签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协议的报道。新丝绸之路，巴拿马退出中国基础设施项目。迫于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压力，巴拿马总统何塞·劳尔·穆利诺做出了反应，他取消了与中国的一项基础设施协议。在美国的指责下，巴拿马政府宣布退出中国新丝绸之路基础设施项目。巴拿马总统何塞·劳尔·穆利诺表示，巴拿马驻北京大使馆已在规定的90天期限内通知中方，巴拿马将退出该协议。他还批评了美国。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尔周末代表美国总统特朗普前往巴拿马，后者指责巴拿马在巴拿马运河使用费方面宰美国。他还批评中国涉嫌影响这条对全球贸易非常重要、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水道。特朗普威胁要将巴拿马运河重新置于美国的控制之下。周日与卢比奥会面后，穆列诺提议让与中国的基础设施协议到期，卢比奥对此表示欢迎。巴拿马于2017年签署了该协议。根据协议文本，该协议每3年自动续签一次，下一次续签将于明年到期。与此同时，该协议可以在3个月内取消，现在就发生了。作为新丝绸之路计划的一部分，中国正在为亚洲、欧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港口、铁路线和机场等基础设施项目提供资金。100多个国家参与了与习近平主席的面子工程项目。该项目旨在改善进入其他国家市场的机会，在国际上备受争议。有人指责中国正在使贫穷国家陷入债务和依赖。德国知识点评，所谓在国际上备受争议，其实就是西方自己代表了所谓的国际。德国媒体一直在重复美国人的话语术，妖魔化中国的一带一路。但可笑的是，自从中国推出了一带一路之后，西方在抄中国的作业，推出了一个又一个抗衡中国的所谓民主一带一路。比如2023年，欧盟甚至提出了2700亿欧元的所谓全球门户倡议 Global Gateway。 美国拜登版的从印度到中东的铁路计划，不知道现在是否还停留在 PPT 上。我们继续往下。美国想免过境费，巴拿马不同意。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多次声称，美国在巴拿马运河上没有受到公平对待，并声称要控制该运河。他指责中国经营了这条中美洲的重要水道，巴拿马和中国都拒绝了这一指责。美国国务院最近还宣布，经营巴拿马运河的公司今后将不再向美国政府船只，特别是军用船只收取过境费，这引起了混乱。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对此予以驳斥，该局表示，它与美国之间没有这样的协议。穆利诺总统重申了这一矛盾之处，他说，我否认美国国务院的这一声明，因为他所依据的东西绝对是错误的。他将当前的政治局势描述为无法忍受。巴拿马坚决反对在谎言和不实之词的基础上维持双边关系。巴拿马运河于1881年在法国的倡议下开始修建，但直到1903年才由美国接手，并在10年内完工。大部分劳动力来自加勒比海地区。1977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吉米·卡特和巴拿马军事统治者奥马尔·托里霍斯签署了一项协议，将运河移交给巴拿马。好的，各位，接着我们来看看，在德国媒体妖魔化中国的一带一路10多年之后，也就是德国人被洗脑之后，德国人是如何评论该报道的。我们看第一条评论，你可以对特朗普有任何看法，但美国人早已认识到中国构成的威胁，而我们的政府却仍在保护国有资产投资。一旦台湾冲突爆发，
这些投资很可能化为乌有。比较一下德国公司在俄罗斯被没收的情况，中国不会采取任何不同的行动。那些负责中国投资的人将会跑到德国政府面前说，他们没有预见到这一点，赶快结束德国对华投资的政府担保。好，看跟帖。这种愚蠢的妖魔化中国的做法绝对值得怀疑。中国是个独裁国家，但这是中国人的事，只要我们占了他们的便宜，我们就不会在意。当然也没有人承认台湾，但自从奥巴马宣布反对中国后，我们就乐此不疲的鹦鹉学舌。我们继续看跟帖啊。美国4年一换总统，中国做25年计划。如果上海市规划局还在的话，你可以去看看2005年，那里有一个 3D 模型，你可以通过一座桥看到2025年城市的模样。现在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实现了它。你能看出区别吗？下一则，我们占了他们便宜？一开始当然是，但现在情况早已逆转。重要的技术诀窍通过出售企业和窃取，最终流向了中国。我们就像橘子一样被中国人榨干了。再下一则啊，没错，但与此同时，他们还有一个头脑发热的人在掌权，那就是习近平。中国过去一直比较冷静。下一则，这是对当代历史的有趣解读，说习近平是头脑发热的人，而唐纳德·特朗普是一位办事稳重的天才，为什么不呢？继续往下。是的，特朗普100%头脑发热了。习近平迫切希望在有生之年并入台湾，他近年来多次挑起了与印度的矛盾。在他担任国家主席期间，中国在维护自身利益方面表现得异常激进。与其他中国领导相比，我认为他的头脑异常发热。尽管中国在科技领域投入了大量资金，但他确实对科技公司进行了严厉打击。难道这就是比特朗普的美国更好的创造环境吗？我对此表示怀疑。但我不得不承认，我对中国共产党很反感，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对中国的负面情绪会多于正面。再往下，难道不是因为在中国生产更便宜，企业才自愿把生产转移到中国？难道不是因为价格更低，全世界的消费者才从中受益？即使受益的程度不如企业，全世界都以为中国在用世界工厂赚来的钱做什么？其他国家也在进行工业间谍活动，美国当然也不例外。近几十年来，中国不是通过购买德国产品，尤其是汽车，为德国创造了繁荣吗？现在中国对电动汽车有需求，而且中国生产的电动汽车比德国人生产的更便宜、更好。但是中国并没有秘密研发这些产品，这补贴在过去的30-40年里，德国汽车工业直接或间接的从德国国家获得了多少补贴呀？事实是，中国数百万人已经从贫困阶层跻身中产阶级，中国国家已经实现了高度现代化。你们可以对中国的领导有不同的看法，我也希望他们有真正的民主，但中国党说了算，美国是寡头说了算，哪个更好？台湾和人权当然也是悬而未解的问题。但只要我们敬爱的领袖威胁要通过军事手段从北约伙伴那里接管格陵兰岛，只要关塔那摩还没有关闭，我们就应该保持克制。下一则，什么都有可能，同志。我可没说廉价卖掉高科技不是我们自己的错。关于中国让数百万人摆脱贫困的论点，其他几十个工业化国家已经做到了，这不是中共可以吹嘘的。尤其是在他们通过大跃进消灭了数以百万计的同胞之后。是的，美国很糟糕，美国就是这样那样等等，美国处处都是寡头，但可以在一个非裔美国妇女和一个亿万富翁之间做出选择。习近平也是党内精英，现在呢？因为格陵兰岛，特朗普被我们批评了，但习大大绝不能因为台湾那种同样的破事被批评。你的策略对我没用，我会无数次批评美国，就像我有权批评中共一样，就像你们的同志有权批评德国和欧洲的代理人战争一样。我赞扬我自己。好，继续往下。
糟糕的是，特朗普的愤怒和攻击性策略奏效了。下一则，只在短期内有效，对美国的信任和同情正在流失。特朗普正在教育未来的敌人，而且正在疏远所谓的盟友。美国的下次冒险只会有那些需要钱的国家参与，就像俄罗斯与朝鲜的关系一样。再往下，你知道吗？为什么我总在想，既然中国这么好，为什么很多年轻有为的中国人偏偏要移民西方呢？只是有些人不想根据自己赚到的社会积分来计划下一个假期，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而不用担心突然被消失。下一则，美国新政府的炮舰政策会带来短期和快速的成功，但美国肯定会在某个时候为此付出代价。我们看跟帖，我也这么认为，不过我还是不希望看到中国继续蚕食。我还以为我们终于摆脱了美国的监护，霸权主义令人讨厌。好，下一则，没问题，德国将与中国平等合作，弥补巴拿马的损失。继续往下，特朗普起作用了，不会向独裁者和罪犯国家屈服一寸。好，看跟帖。如果俄罗斯和巴拿马都是罪犯国家，那么美国也是。你对这个罪犯国家没有任何意见？下一则，等等，这只是一个难看的反常现象，但如果它成为常态，你说的没错，美国是一个罪恶深重的国家，但离邪恶已经深深扎根于其基因之中还有点遥远。下一则，目前特朗普就是罪犯，他是个被定罪的罪犯。继续往下，真是疯了，非但不自己投资，反而施加政治压力阻止外国投资，真是个美丽的新世界。好，看跟帖。来自中国的呢？这些都是霸王合同，会导致巨大的新殖民主义，尤其是在非洲。下一则，特朗普得偿所愿，这并不意味着什么好事。继续往下，也许中国现在要开始向美国讨债了。下一则，你看，这不就行了吗？继续往下，善良的穆列诺肯定已经得到了美国的警告，否则特朗普黑社会的追债人将会派出多个部门来拜访他。继续往下，黑社会的手段，威胁、威胁、再威胁，直到对手屈服。如果巴拿马不屈服会怎么样？入侵？德国会怎么做？制裁美国吗？好，再往下，意大利再次退出“一带一路”倡议，在拉丁美洲，只有巴西、墨西哥、哥伦比亚和巴哈马没有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因此仍需说服拉美大陆南部的许多国家退出。我敢怀疑特朗普政府能否在一个立法期内说服其他21个国家退出该倡议。好，再往下看，我有点糊涂了。前几天不是还说中国没有参与巴拿马运河的基础设施建设吗？所以我们才会因为特朗普的要求而愤怒。现在又说中国要退出。下一则，特朗普向巴拿马展示了在自由世界的生活。继续往下，这是特朗普反对中国取得的第一个重要成功，希望接下来会有更多。多年来，中国一直在对全世界发动经济战争，我们可以看到东南亚和非洲的后果。现在轮到欧洲了，欧盟应与特朗普协调，对中国采取联合行动。好，看跟帖。目前是特朗普在发动经济战争。继续往下，霸王规则，新皇帝公开展示了通常只在暗中发生的事情。继续往下，我们不是刚刚投资了约450亿欧元来强调小国应该自由选择商业和联盟伙伴吗？
再往下，新丝绸之路是一条包装华丽的绳索，中国想用它在经济上绞死受害者。脱离新丝绸之路的国家越多，对自己越有利。巴拿马需要特朗普才认识到这一点，这令人担忧。好，看跟贴啊。问题是谁牵着这条绳索？巴拿马历史上有多少年有美国军队驻扎？相比之下，中国军队在那里驻扎了多久？巴拿马前总统因何而死？美国最后一次干涉巴拿马是什么时候？而中国最后一次干涉巴拿马又是什么时候？下一则，殖民时代的炮检政策又回来了，这太疯狂了！我们正在经历150年的时光倒退。继续往下，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现在很高兴，毕竟中国资助尼加拉瓜运河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下一则，很高兴美国能注意并赶走中国人，他们的丝绸之路肯定不怀好意。在德国，我们正在昏睡。另外，美国邮政局不想再处理中国包裹的消息，也应该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好，我们看最后一条评论。所以它最终还是起作用了，希望它能成为欧盟基础设施项目的榜样。好的，各位朋友，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你们有什么看法呢？请在下面留言。我们下期见。